大家好，我是 Leo。因为我买了一个绿幕，所以后面的背景换掉了。这样的话，摄像头弄起来清晰一点。然后今天我想发一下，怎么在那个安卓手机上面充值 Navigo 卡。好了，现在我已经在电脑上了。然后，如果一会儿你们看到视频里的时间对不上，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是直接做了，然后有很多的问题，有些情况它是没有在这个上面显示出来的，所以我后来又重新截了一些图和视频，所以时间会对不上。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先看一下它的网站介绍吧。OK，然后这就是用那个手机充 Got Navigo，然后它是软件的话，你可以去那个苹果手机去那个 App Store，就是苹果的官方那个市场。然后这是给谷歌用的，就是安卓手机用的谷歌 Play。然后它的支持的手机是这样的，安卓手机的话，反正是只要有 NFC 功能的，然后从安卓6.0开始就已经支持了。这个反正差不多，基本上的手机现在都是支持的。我之前试了一下，我旧的一个安卓5.0的2015年的手机，它也是支持的。然后苹果手机的话，他说至少要 iPhone 7，然后系统的版本是至少要13吧。然后是这个iPhone 的，然后 XL 和 XS， 然后 XS Max， 他们要14.5的系统。然后这就是条件，然后后面的话，对，然后他说他现在的软件它是支持那个三星 Pay， 这是什么？三星 Pay 还有那个 Apple Pay， 就是三星的支付，然后跟苹果支付。其他的是什么？它官方事实上也有两个视频的。这是苹果手机就是充 Got Navigo 的那个视频，然后这是给安卓手机的充 Navigo 的视频。这两个视频我刚才看了一下，它是非常简单的，大概是1分钟吧，好像。这个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会把这个网址放在描述里面。然后下面这一部分的话是这些型号的手机，你们都是安卓的这边，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你们有这些手机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就是充在手机里面，然后以后就不需要拿这个 Navigo 卡了，直接用手机打票就行了。然后，这是官方的视频，这是安卓，这就是上面这个链接里面的东西。OK， 行了，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反正最主要的就是你看一下你的手机是不是支持，然后
哦，还有这个就是直接充在手机上面，这个也可以看一下。最后的话就是2个官方的视频，充值视频，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网站上就这样，我们直接上手机吧。这就是我的手机，这是一个三星的手机。然后现在系统的语言是用的法语。我们先安装那个软件吧。首先就是打开这个 Play Store， 然后在这里搜索Via Navigo， 因为我之前打过，所以直接就选了。OK， 这就是它的图标，然后就是 Install 安装。然后他要我加那个银行账号，应该是这边就取消了，支付账号应该是，因为这个是免费的软件，所以根本不需要。终于安装好了，现在你可以直接点击这边无黑盒打开软件，然后也可以去直接找到那个软件的图标。你看，这就是图标，但是名字它变成了 EDF Mobility， 然后我就按这个打开了。前面这些都是软件的介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然后它要求那个软件的定位，我没有打开，我直接按钮了，取消了。因为它是主要是功能是让你就是找你这些路线用的，就是这个图上面有的，你看上面有地图，就是你想要去什么地方，它会帮你就是安排一个路线，然后所以它需要你现在的目前的那个位置，所以需要 GPS 定位。因为我现在是直接做一个演示，所以我就不激活那个定位了。然后我们直接点击那个阿夏，就是购买。然后它需要一个打电话的权限，然后我们就点 Auto Hazy 了，直接就是允许。然后它又是这些介绍，又是说购买的介绍。这边如果你没兴趣不想看的话，你就直接点右上角那个音乐黑，就是忽略掉了。然后就进入了这个主界面吧。等一下，我先把界面换掉，因为我后面又想起来，有些人他这个 NFC 功能是没有打开的，所以我后来又截了一个录像。我把录像先打开。好了，这是我后来补充的录像，就是关于 NFC 的。有些人的手机可能点击阿夏就是购买以后，它会出现这样一个屏幕。你看，就是这样，它需要激活 NFC， 也就是说你手机上这个 NFC 的功能还没有打开，然后你就直接选这个 Activate 了 NFC。你按了这个按钮以后，它才会出现刚才那个界面。你看，现在我要点击了，你看它直接跳到这个系统 NFC 这个功能的开关，然后这边我是 Desactivate， 然后现在按了变成了 Activate， 就是激活。这样再返回一下，这样这个画面就出来了，这个界面。好了，然后我们继续回到刚才那个录像。我现在又回到刚才的录像，然后
上面这个是直接充到手机上面，然后下面是充到卡上面。然后上面这个它需要安装一个软件的，在手机上面我试过，但是我的手机是不支持的，所以安装了也没有用。然后我就直接点下面这个充卡了，然后它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就是叫你把卡放在手机背面。然后这边显示说它没有认出我的卡，因为我现在卡还没拿过来，所以时间超时了，我不知道是几秒钟，反正超时了，它就出现这样一个错误。你直接点击黑 AC 也就是重试。好了，我再拿我的卡试一下，然后它这边是出现了一个错误，然后我又要重试。这个的话挺常见的。如果说我之前用那个小米手机的话，我不用紧紧贴着背部，我可以直接认出卡，不会出现错误的。然后用这三星手机的话，它如果有一点点的间隔，它就认不出来。所以三星手机的话，就一定要贴着那个背部。好了，我现在黑 AC 也重试一下，然后这是显示你现在卡里面的充值记录。如果你在之前没有买过GAT 没有充过这个卡的话，你这边是空白的，没有这记录的。然后接下来我就点这个 Achieved and Delete， 就是充值。好了，现在打开了这个界面，然后第一个是付费哪一关如何，这就是1天的票。然后第二个是 Semana， 就是1个星期的票。然后第三个就是 Navigomua， 我一会儿要充的就是这个，它是一个月票，后面写了月份就是 December， 就是12月份的。然后最后这个 Renewagen， 我刚才去他的网站上看了一下，他是给26岁以下买的。它只能用1天，然后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还有就是节日才能用。好了，然后我就要选那个Navigomua de Sombre， 然后这边要你连接你的账号，然后他说你连接以后，他可以找到你的那个transaction，就是那个支付的记录，还有就是联系他们的服务。这个我没有选了，我直接选了那个 Base Setup。如果你有账号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 My Connect。反正我试过，如果说我直接Base Setup，它反正你的信箱里面你可以收到那个充值的记录，跟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收据都有的。我就直接把 set up。好了，接下来就是上面这也不用看了，它只是写着Navigomua 就是这个月的，它写着1个月，然后日期是12月1号到12月31号。然后接下来就是选择你的那个 runner， 就是区分。我这边反正一般我选的都是1至5的。然后这就是支付Achieved，然后就要付钱了，这边按下。好了，然后它需要你填写你自己的 email，
然后这个地址是我的邮箱，你填你自己的，不要把这个抄进去了。然后就是把这个小框框打勾，就是接受它的那个条款吧。然后就是直接点这个Acheter，就是购买。好了，接下来就是这个界面。然后这边你就是输入你的银行卡，上面是输入你的银行卡号，就是上面一串很长的。然后第二个是有效期，就是首先就是2个数字是月份，然后后面是年份，然后最后那个 CVV 就是银行卡背面那个3个数字。我这边弄一个例子，就是2月份，然后有效期就写23年吧。这只是一个例子，你要看你自己的银行卡有效期的。然后输完以后，你就直接点那个下面的这个Payer par carte。好了，接下来就出现这样一个界面。然后第一行写的就是你已经支付成功了，然后第2行就是充卡，然后你需要充卡的话，然后你需要把你的Navigo 卡直接放在手机的背面，这边停留的时间要长一点，差不多要10几秒吧。然后这边我需要说一下的是，以前的话我充也是用这个软件充的，但是我会收到一条银行的短信，要我输入那个验证码，它才能完成支付，但是这次却没有，这样就不是很安全吧。因为之前要验证成功以后才可以从你银行里面扣钱的，但现在不需要验证的话，它就直接可以扣钱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会改过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Navigo 放在手机后面吧。好了，你看又出现一个错误，然后再点击那个黑颜色就是重试。OK， 可以了。现在你看第2个也打勾了，就是和Chargement terminé，就是已经充卡成功了。这是12月份的，它已经显示出来了。我返回一下，然后再看一下，再把卡放在手机后面滑过去。你看还是显示这个，也就是说我12月份已经成功的充进去了。最后补充一个东西，如果说你没有使用那个谷歌支付或者三星支付的话，记得把 NFC 这个功能给关掉。我的手机是在 Bahamut 里面，然后是 Connexion， 这是我的三星手机。你看这边写着就是 NFC paiement， 把这个功能关掉，然后下次再充卡的话，然后再重新打开。因为这个功能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很安全的一个功能。你们现在用的那个银行卡松Contact无线支付这个银行卡，它就是用的 NFC 功能，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容易泄露数据吧。所以你如果没有用那个无线支付的话，你就不要把它打开了，最好就是关掉。然后下次再充这个 Navigo 卡的时候，再重新把这个 NFC 功能打开。然后这个是我的手机上面的 NFC 的设置，你的手机可能不是在这个地方，你需要自己找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会把
手机设置成中文，然后重新再做一下吧。好了，我现在已经把手机设置成了中文，然后还是一样的，打开这个 Play 商店，找到这个 VR Navigo， 就是这边搜索应用和游戏。VR Navigo 你自己输入一下，然后找到这个软件，然后点击右边的安装。好了，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可以直接选择打开，或者直接找到软件的那个图标。看，我找到这个图标了，然后直接点击它打开。接下来还是跟之前的一样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点击 Next， 然后一个个介绍看一下，然后或者说点击上面的 Skype， 然后就可以退出，然后又要你那个开启定位，然后我把它取消了，因为我只是演示一下，这个软件是没有中文的，它只支持英语跟法语，所以你是中文的手机的话，它显示的是英语的。然后这边又是电话的权限，然后点击允许。还是这样的介绍，你可以就是跳过的这个。好了，现在就是主界面了。然后第一个就是充到手机上面，第二个是充到卡上面。等一下，我要把这个录像先插进去，因为之前的是没有的，之前的录像里面没有。这边的话，我们点了 Purchase， 就是第4个按钮的话，就是购买。如果说你那个 NFC 没有打开的话，它会显示这样一个界面。然后你要点那个 Enable NFC。我这边 NFC 是关闭的，然后你需要点这边的右边去打开它。好了，然后再返回，这样就回到了刚才那个 Purchase 这个界面了。好了，我现在又回到之前的录像，然后我点击了下面那个第二行，就是充卡的。接下来需要把那个 Navigo 卡，就是从手机背面滑一下就行，慢慢的滑过去。这边它已经认出了我的卡，就是说已经充值过了12月份。然后如果你们没充的话，就是按下面这个 Buy a Ticket， 然后就是充值。因为之前充过，所以我是不能充了已经。然后我让你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就是我点了这个 Buy a Ticket。你看，本来它是有选择的，现在没有了。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让你买的选项了，就是因为我买过了已经。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说的是，这个 menu 里面，你看一下 setting， 它这边是可以选择语言的 language， 然后这里的 language 上面可以选择的，第一个就是 from device， 就是根据你手机里面的语言来选择。然后第二个就是法语，然后第3个就英语，反正你自己选吧。然后我想要说的是，
如果手机是中文的，然后它会默认选择的是英语的，界面是英语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看不懂的话，到时候你可以直接选择这边的法语，然后你就直接照我刚才那个视频，就是按法语的过程全部来一下就行。最后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没有用谷歌支付还有三星支付的话，就把那个 NFC 功能给关掉。我的是设置，然后是这样。对，然后是连接，这是我的手机，你们的可能不是这位置，然后这边的 NFC 和支付，然后关闭掉。中文的就这样吧。接下来我就把手机设置成了英语的界面，然后还是一样的，直接找那个 Play Store。你看这边就是搜索框嘛 ，Search for apps。然后这边把那个 ViaNaviGo 搜索一下，然后 install 就安装。好了，这边你可以直接点击 Open 或者直接去找软件的图标，这就是软件的图标。Next， 你可以看一下 Next， 然后看一下软件的介绍吧，然后又是 Enable Location， 就是开启定位，我把它取消了，我不需要这东西。然后又是申请那个什么打电话的权限，然后 Allow， 然后允许掉就行了。然后又是这个软件的介绍。反正你不想看的话，你直接点击右上角那个 Ignore， 然后这个东西是后面补充进去的，所以时间对不上，因为我刚才的话我忘记讲了，就是你这边如果说你 NFC 没打开的话，就是你这边按 Purchase，它会显示这边 NFC Activation， 就是说你 NFC 没打开，你这边需要按那个 Enable， 然后它会帮你跳转到你的这个 NFC 的设置界面，然后你只要把这边右边点击那个 On， 就是设置成打开就行了，然后返回。这样的话它就会来到这个界面。好了，然后就是选第二个，就是充卡，然后再把卡在手机后面滑一下，又出现错误，然后 retry。行了，这样就显示出我刚才购买的那个12月份的，然后 buy ticket。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你这个按一下你会有选项的，但是我已经买过了，它现在就不让你买了。所以如果说你们这边看不懂的话，你就看一下之前那个，就是第一部分法语那个，然后这边 menu， 然后 setting 可以选语言的，你可以直接设置成那个法语 French。然后照着我这个第一部分那个法语的系统那边照做一下也是可以的。你看现在软件就直接重启以后就变成了法语的，完全一样的，然后你就照着做一下 OK。 这边的话反正这个充到手机上它只是支持那个
安卓手机的，所以苹果手机的话就只有那个随后Mombasa Navigo 就只有第二个选项，上面那个是没有的，苹果不支持直接充到手机上。好了，反正如果你真的看不懂的话，你就直接照我第一部分那个法语那部分的，直接照着做一下就 OK 了。最后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没有用谷歌支付或者说三星支付的话，记得把 NFC 这个功能给关闭掉。然后我这边的也是那个 Setting， 然后是什么 Connection。OK， 然后这边就是 NFC and Payment， 然后这边把它关掉就行了。这只是我的建议，我先跟你说一下，因为这不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协议吧。好了，反正3种语言的系统我都已经讲到过了，接下来你自己试一下吧。如果真的看不懂，还是那句话，就是在软件里面就是把语言改一下，你直接改成法语的，你照我第一部分的那个法语的系统，你直接就是照着做到底就行了。最后你需要看一下你的那个邮箱，然后你会收到2封邮件，然后1封邮件就是这个Asha Navigo， 它就是你的那个购买的那个收据。然后第2封邮件就是这个 Justificatif 的paiement， 这就是你的转账记录。这封邮件里面有一个 PDF 文件，然后你可以下载过来，这里面显示的是你的银行转账记录，上面有你的银行账号这些信息，你自己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图片的这2张图片的话，我是截图截过来的，然后上面这些账号公梦的号码的话，全部我都改过了，所以你们也不用看了，这些号码都是假的。好了，今天就这样，再见。对，请支持一下，就是帮我点赞或者说订阅，还有转发。好了，再见。